前2期节目我们聊了一期中国的摄影师，那建筑这块呢，我们始终也没有把目光放在咱们自己这片土地上。之前的节目也 Q 到过一次，提到了这一次的普利兹克奖的得主。那今天呢，我们请花姐跟我们聊聊这一位中国的建筑大师刘家坤。先讲讲普利兹克奖吧。普利兹克奖首先是一个颁给个人的一个奖，它这个性质有点飘逸不定的，有的时候是一个对于现阶段正好冉冉升起的一个新兴的一个鼓励奖，有的时候相当于一个终身成就奖。像前几年的话，机器星拿奖了以后，因为大家如果不知道这个奖可以有这种追溯终身成就的这么一个性质的话，像我们 team 里面有几个年轻的小伙子，他们一直以为说机器星是一个比较新进的一个建筑师，我跟他说不，机器星是属于他起来的那个时间，基本上快要是丹下健三、黑川纪章那一批人。你想扎哈哈蒂拿奖的时候是很早之前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在国际上其实项目还没那么多，但他拿完普利兹克了以后，那些地标性的我们现在熟知那些项目是一个接一个的接。那在你看来，你觉得刘家坤是不是实至名归的？实至名归。之前我有在蔡国强那期里面我有说的，就是他得完奖了以后，整个建筑圈子里面大家都不太会有异议，都不太会有微词的。我甚至觉得说这个现象比他得普利兹克奖本身还要值得去玩味跟研究。大家有经常说到的一点就是刘家坤这个人因为可能他出生是在川渝地区，他身上有特别重的烟火气跟江湖气，他这个人很 real。然后另外一个我想说的是他对待建筑的这个态度，他不是像有很多建筑师一样，他有太多的自我倾注在里面，他不会太强调说通过建筑作为一个载体去评论、观察、去改变这个世界。很多时候他做建筑的时候，他非常的接地气，他不会想去把太多的自我的意识放在这个里面。我觉得建筑师但凡有一定的成就了以后，把自己给摘出去，不做过多的自我表达，是一件蛮难的事情。包括有很多建筑师，他是会想要把自己的成功的这一套建筑的叙事、建筑的语言也好，他会把它变成自己的一个招牌。比如说魏延武，他最有名的就是做建筑表皮，各种各样的材料，他自己都有写过一本书，就是叫 Material Immaterial。你彰显的个人的一个符号化的一个语言，是我的一个招牌的东西。大家去委托你做的时候，也希望你去把这个东西做在那边，大家一看就知道是你的作品。但是呢，不可避免的会和你要做的这个项目本身的它的功能性、在地性，它会有一些冲突。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很多表皮你在日本本土你是可以比较好的去落地去实现的，但你看到魏延武在国外的很多建筑都是被人骂得很惨的，包括他在那个情人港的 The Exchange， 大概是19年、20年落成的。你可以看他现在外面的那个木条斑斑驳驳的那个样子，都感觉就是没过几年要再去维护跟翻新了。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有一个现成的已经出名的符号，你把它摒弃掉不用，这个是需要很大的魄力的。但是你知道刘家坤他自己有一个很出名的符号的东西的，就是在汶川地震之后，他那个时候有开了一个叫再生砖计划。当然这个东西也不是说是他开先河，因为很多地区的建筑师都有做这个事情，但是他这个再生砖计划其实延续了他的文化传承，用的很多的是当时废墟里的材料，然后加上那个秸秆灌了水泥做出的那个空心砖，它还可以用那个材料去做渗水砖。灾后的这些废墟他已经做了这些东西了，可持续再生、循环利用，它这个相当于也是它的一个标志，在当时来说。但你要知道他在很多项目里面有意的去规避这个材料，作为他自己个人的一个表达。最有名的就是灾后他一个纪念馆，胡惠山纪念馆。首先胡惠山纪念馆它本身是一个刘家坤他自发的，它不是一个接受委托的一个项目，他做的很克制，它是一个救灾帐篷形式的一个托屋顶很小的一个建筑，然后里面刷成了粉红色，放了很多胡惠山他生前的一些，就比如说奖状也好啊、鞋啊、球拍啊，各种它挂在那个墙上，它上面屋顶有一个天窗打下来一束光。我觉得这个是会直击人心的。很多时候你用一个庞大的一个数字，其实你没有那么能触及到一个人的心灵。当时刘家坤就是说他很有意识的规避了去用再生砖。好像我们一提到刘家坤其实都能体现他的一个关键词，叫做在地性。他的在地性我是有切身感受的，因为我有去看水景坊博物馆，当时出租车司机给我放下来了以后，就放在水景坊博物馆门口，然后我愣是找半天，我找了大概5分钟没找到那个地方怎么进去。一是证明了他在地性，第二是证明了他没有特别想要标新立异，他特别谦卑的一个姿态。他当时他有考虑到旧厂房里面的那个轴网跟民居里面的肌理他那个轴网，所以他当时去算它里面怎么样做他那个加建的新馆那个轴网的时候，光算那个轴网他就当时就做了很多的探讨跟研究，所以他就感觉他特别的融入到甚至你都不觉得它是一个后面加进去的新建筑。那这么说来的话，我觉得刘家坤他的甲方也挺厉害啊。对，他的甲方被他坑了好多次了
你有看过央视给他有一个采访，这个就是说到他的那个设计事务所，他的事务所是在一栋民居公寓的顶上，来找他的甲方都是政府、文化单位、公司这些有建制的，不是个人的。你很难有看到说一个商务的洽谈是在一个居民楼里面。央视有些采访他的时候，他说业主来的时候会不会对你这边有点嫌弃？他说是有点嫌弃，但他说后来他想通了，他说他们既然来找我，他们嫌弃我呢，我不是他们的菜，那他们也不是我的菜。就你听这种话，你就感觉哇塞，一个建筑界的蒂欧根尼，就是那种就是我就住在木桶里了，你亚历山大大帝你也下了马跟我说话，你爱咋咋地，你不要挡着我晒太阳。但他不是说纯犬儒的，他是挺像一个侠客的，他有勇猛精进的时候。像西村大院，它的最有名的一个，相当于是它的一个标志性建筑了，它是很有抱负在这个里面的。大家经常拿西村大院跟伦敦早期的一个建筑群叫 Barbican 去跟它做类比。Barbican 里面有艺术中心，有各种各样的商业，然后它里面还有住宅，相当于很早的一个综合体嘛。西村大院的话，它里面没有住宅，它是周边的几个小区的一个配套，它里面有很多公共空间，有球场，有竹林的那些院子，它当中有一侧是那个坡道，是大家可以上去跑步的，你可以一直循环到最顶上。周边的小区会被拉到这个公共空间里面一起去交互。说到成都肯定绕不开太古里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商业空间嘛，它如果是一个成都的面子的话，可能像西村大院这样子的商业建筑就属于是一个成都的里子，它很能反映成都人本来生活的一个面貌。因为它是在青羊区，在西三环跟西二环中间，因为你想宽窄巷子啊、锦里啊，它都是在一环里的，所以除了二环三环以外基本上都是居民区。你就会发现，因为由于西村大院它里面纯粹是一个商业体块跟一个公共空间，而且它底下的很多地方相对来说沿街是对外开敞的，它是一个鼓励大家去使用这个空间的这么一个姿态。它的沿街可以布置商业，所以它激活了整个街道，所以这个是它跟 Barbican 比较大的一个区别。它最早开始整理任务书做墙牌的时候，它的这个体量不是这样去布置的，它最后选择了用一个四面围合的一个大院的一个形式，当中去布置很多小的零散的这些公共空间、室外的空间。这样子一个大胆的处理方式，就我觉得是他一个非常有雄心的处理方式。当然这个东西说实话他还是挺得罪甲方的，因为我有听说当地招商的时候，它上面的商业可能空置率还是不低。成都在地的小伙伴，如果这个是错的话，欢迎纠正我一下。到最早我们开始这个话题，那普利策克奖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上颁给了刘家坤这样的建筑师？2025年这个时间点了以后，大家都是在以公司集团化的一个形式，普利策克奖这样颁给个人，其实越来越难评了。它需要整个团队的协作更多，所以催生出来很多设计事务所，它都会有很强的专业性。它专业做商业的就是专业做商业的，专业做医疗的就是做医疗的。它需要专业性越高，也就意味着可以有一个很成功的模式去复制，你就会被夹在原来这个专业桎梏里面，你就会形成一个路径依赖。时间长了以后，它的建筑师适应不了整个社会的变化的。我觉得刘家坤是非常勇猛的一个规则和制度的一个打破者。之前我们不是有聊说 Renzo Piano 那一批人是高技派嘛？大家给刘家坤的定义说他是个低技派，他不想有太多那种建筑技术在里面，他就觉得说，那如果在地的工人、匠人达不到这个要求的话，他们觉得说那不是当地的施工的团队或者说是匠人的问题，是他没有考虑到在地的这些材料、施工工艺的这些属性，他很考虑当地的很多文脉也好，像我之前有讲到水晶房里面的那些轴网，它的居民区的肌理，考虑了这些点以后，他的作品让你感觉像是自然长出来的一样。对，当地的居民到现在为止可能还觉得西村大院是个毛坯房，它很多栏杆它都是直接钢筋抽出来摞在那边的，包括像半砖的那个再生砖砌在里面。因为粗野主义的话，在建筑圈里面大家都承认是一种审美，但是对于很多大众来说可能接受不了，觉得可能就是一个毛坯房的感觉。很多时候刘家坤他有点抽离出来，他有点跳脱出建筑本身个人的一种审美的追求，他可能更多的觉得说能呼应当地的文脉，当地的人的生活的实际的需求，比这个可能更重要。刘家坤这种烟火气比较接地气的东西，感觉它就像一口火锅，你不会花很多的精力去赞叹说哇，它这个摆盘有多精美啊，它就是毛肚往下扔，你都不会有太多的时间去琢磨说它这个东西到底审美上给我带来了多大的震撼也好，因为你没时间想，毛肚7秒以后就老了，然后你吃完一个火锅了以后，你会有一个温暖人心的感觉。那最后这样吧，花姐，你能不能预测一下咱们下一届普利策克奖，你心目中你觉得应该颁给谁？这几年预测不了了，因为这2年的普利策克奖的风向有点琢磨不透。这几年颁给很多第三世界的，然后我了解他们了以后，我确实发现他们有很多在地性的建筑做得非常好，然后他们有很多人文关怀的。但是凭良心讲，我即便是在这个行业里，在他们颁了这个奖之前，我不认识他们。在你的 list 当中，有没有你觉得有遗珠的？以前我读书的时候，我对于 Steven Ho 我也还是蛮欣赏的。Steven Ho 最早有一批建筑，不管它的理念也好，
啊，它的实验性，他做的都是比较优秀的一个作品。但他自从跑到国内来开始做建筑了以后，的确是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作品。如果 Steven Holl 能在这2年再做一个比较能深入人心的作品的话，我觉得他还是有机会的。它有一个在浙江丽水的一个项目叫松阳三庙文化中心，你去看它的那个建筑，玻璃的，然后很网红，但是你去看它那个入口，因为它是在一个居民区，它的整个城市肌理是一小块一小块的那个民房，它自己有一个说法叫做泥鳅钻豆腐，它整个里面它是等于说被围合在一个居民区的一个框架里面的。你从民居的街道上面看，它旁边就是那种杂货店、水果摊，你看到旁边那个一个小口，你甚至可能觉得就是一个什么居民区的一个入口。它是进去了以后，然后在整个一个别有洞天、豁然开朗的一个感觉。